你见过凌晨的重庆吗？当你还在熟睡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启了一天的工作。凌晨2点，大街上灯火通明，有人不想回家，有人不能回家。路边的烧烤摊、火锅店依旧没有收摊的意思，还有人在聊天喝酒，可能工作一天的疲惫，只能在此刻才能得到放松。凌晨3点半，街边的清洁工作人员佝偻着背，开始清洗街道。有人奔向未来时，他们是那个擦去昨天痕迹的人。他们的每一下清扫都是对这座城市无声的早安，他们需要在这个城市苏醒之前回到一切美好。凌晨6点，已经在菜地里忙碌了2-3个小时的爷爷奶奶们，所有人都在抢时间，只为能在市场上占一个好的位置，能把辛苦忙碌中的菜卖完。直到他们的出现，让我心头一酸。沧桑的脸庞和佝偻的背影预示着他们的担忧，一个即将被淘汰的职业，因为他们身上都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担，所以努力地为生活拼搏着。大家好，我现在晚上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夜幕下的重庆，现在也可以叫早上的重庆，因为现在的时间是凌晨2点40分。我们看一下重庆的晚上到底治安怎么样，然后看一下凌晨的重庆到底能不能出来，安不安全。走，跟着我的镜头一起走。凌晨2点40分还有人在吃烧烤，素菜2元，荤菜5元。为了能走得更远，多看一看，我现在准备扫一个电动车。这里停靠的大部分都是外卖小哥和快递小哥的电瓶车，每一盏熄灭的车灯都对应着一个必须奔波到深夜的理由。现在是凌晨的3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一个什么情景啊？还有这么多人在吃烧烤，哇，是不是太神奇了？并且人还不少。哇，这里还有火锅，哇！大家看到了吗？如果是你们到这边来，你们这个点敢在外面吃烧烤、吃火锅吗？走，我们再换个地方看一下。大家好，现在是凌晨的3点15，我们现在来到了哪里？给大家看。我们现在来到了洪崖洞。你看，我们现在来到了来福士。喂，啷个早都在做活路？现在是凌晨的3点35，我们现在在重庆的8·1广场、8·1步行街。白天这里的人潮涌动，很多人。晚上看一下到底环境怎么样，有没有人？看，是不是感觉很多垃圾，很脏？这些烧烤店收摊了。看这么多的垃圾，是不是觉得中国重庆的环境卫生很差呢？我们在这里面逛一逛。白天的话，这里真的很多人，走都走不动路，挤得很。这些摊主都开始在收摊了。看，现在是凌晨的3点35，对面刚刚有看到有3-4个的清洁阿姨，应该他们就是等着这些小摊贩收了摊之后，就要开始打扫卫生。我们等一下看一下。看嘛，他们都在这里吃饭。等一下，等这些摊收完了，就要开始打扫卫生。等到大家早上起来看的时候，
又是一片很干净的地方。这个点呢，都还有人在这里画漫画像，哇，太神奇了！看到没有？这个也就是晚上的重庆，在八一广场教场口夜市。现在是凌晨的3点50，他们这些城市美容师开始打扫卫生了。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么多的垃圾，还有摊贩收摊之后，他们再统一打扫了。在你明天早晨起来逛这里的时候，又绝对是一尘不染，绝对是干干净净的街道交给大家。娘娘，你们是刚上班还是没下班呢？上班喽。刚上班了。刚刚我问这个阿姨，她是刚上班还是还没下班？她说他们刚上班不久，可能他们都是每天分了几班倒吧。他们打扫这一片区域大概要多久？看一下打扫完了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和卫生，好不好？现在是凌晨的4点10分。刚刚看到路上的全是垃圾，已经被他们打扫干净了。你看地板都已经洗干净了，最后剩了一点垃圾就放在这个垃圾堆门口，然后由其他的清洁组来把垃圾统一收走之后，明天大家到步行街来看的时候，又是一个一尘不染、崭新的街道。真的，今天晚上本来说只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晚上人多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知道拍到了这个，我觉得就不用说什么了。不管在哪里都要爱护环境，不要乱扔垃圾，因为他们真的也很辛苦。嗨，大家好，现在是早晨的6点钟，我们现在在重庆的两江新区石船镇，来看一下跟洪崖洞、朝天门的繁华不一样的场景。这里是最接近重庆普通生活的地方。走，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这个石船镇的地铁是6点半开始运营，但是为了方便这些卖菜的爷爷奶奶和叔叔阿姨们，这个地铁的电梯5点半就开的，就方便他们搬东西。地铁站的提前守候是为梦想照进的第一缕光，安检口的豁免是建立在理解之上的深深信赖。此举微小却见真情，让城市发展充满人文温度。他们是最年长的上班族，忙碌数小时后，地铁站成了温暖的驿站。看着他们互相打趣，脸上洋溢的朴素笑容，仿佛所有的辛劳都在谈笑中消散。这份晚年依旧蓬勃的生命力，令人肃然起敬。在地铁上跟菜农爷爷奶奶攀谈，得知他与老伴都已80多岁。看着他们清癯却硬朗的身板，听着他们爽朗的笑声，我倍感欣慰。愿时光永远善待如此勤劳又乐观的人。文明礼让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请您主动为需要关爱的人让座，谢谢。爷爷奶奶要在不同的市场卖菜，奶奶先下车了，我们决定跟随爷爷一起。列车还没到站，爷爷早早地挑着菜，站在列车门前，等待着开门。原来爷爷挑着菜，飞快地往菜市场赶，是因为他们家离菜市场比较远，到菜市场晚了就没有好的位置给他们摆摊卖菜了。如果摊位在角落里，
可能今天挑过来的菜就卖不完。还好市场里面的管理人员都会帮助菜农们寻找合适的位置。从早上4点钟、5点多钟在石船站跟这个老爷爷一路，然后到市场来看他卖菜。估计他还没吃早餐，我们买点早餐过去给他吃。大爷，给你带点点早餐。哎呀，这你带点点早餐，你吃点稀饭也那个早。我就在边上转一圈。哎呀，说那些不得。刚刚给爷爷送了早餐之后，在那里站了一下，但是我们在这里拍摄的话，会影响他做生意，影响他卖菜。为了不打搅他，我们就先走了。我们去下一个地方，我们再去找一群人，重庆的棒棒军，我们再去看一下他们是什么样子的生活。重庆是著名的山城，城市依山而建，到处都是台阶、坡道和狭窄的巷道。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拥有便捷的水上物流系统。在以前，机械化普及程度不高，所以孕育出了重庆独有的一个职业——棒棒和文化。巷道深处，棒棒们倚坐于石阶，棒棒斜靠墙边，绳索松垂，像暂时收拢的翅膀。烟雾与重庆方言在潮湿的空气里缓缓缭绕。等活的间隙是它们最柔软的时分，坚硬的老茧暂时放松，笑声在象壁间轻轻碰撞。它们分享着最朴素的智慧。在与叔叔沟通后，叔叔决定带我们去看一看他生活的地方。巷子是重庆老城区盘绕的筋脉，终年不见阳光。棒棒租的房子就在这样的巷子深处，不是独立的门户，往往是某栋老居民楼底楼被分隔出的一个单间，或者干脆是依着薄坎搭出来的偏上。首先我闻到了气味，一种混合体，老木头在湿气里缓慢发酵的微酸，墙根青苔的土腥，隔壁公用水槽隐约的漂白粉味，还有一丝散不掉的属于体力劳动者的汗味，像被岁月熬进了墙皮。所有家当都上了墙，如同朝圣者的还愿饼。微波炉闪着金属冷光，电视黑屏映出佝偻身影。床与桌如两岸峭壁，中间60厘米的流水，日夜淌过他的晨昏。像这样的房间，这一层有9个，但也可以做到夜不闭户。巴蒂魔幻城市的背后，也有在这301个月房租里面住着的这一群平凡的劳动者默默付出的一份力量。看完大叔居住环境后，又来到了马路边上，陪着叔叔们聊天。在这儿待了2个小时，叔叔们一单生意都没接到。这几位叔叔都不是当地人，为了谋生才来到了重庆做起了棒棒。叔叔们跟我聊到了以前的重庆和现在的重庆，聊了他们的老家和他们的过往，和他们现在可能消失的这个行业。现在科技发达了，需要棒棒的场景少了，愿他们这群勤劳的人，棒棒挑得稳，脚步踩得扎实，吃得香，身体棒，阶梯总有尽头，生活步步向上。原先他老去也有人喊，这有活路。跟叔叔们告别了，我们准备去朝天门码头看看那边的棒棒是什么样的情况。朝天门的石阶曾是一部用脚步写就的宣腾史诗，而今江风依旧拍打泊岸，传来的却是一阙空旷的回响。码头上昔日的霍山与人海已被时光悄然抹去，只一下大理石广场映照着过于澄澈的天光。3、2位棒棒师傅像从旧胶片中走出的被遗忘的标点，缓缓移动在这幅崭新而空旷的画布里。
登船的游客稀稀拉拉，步履匆匆，他们的目光掠过这些佝偻的身影，如同掠过一件陌生的旧物。这里不再有讨价还价的师生，不再有汗水蒸腾的雾霭，只有一种近乎庄严的寂静，包裹着这最后的缓慢的移动。他们每一步踏在石阶上，发出的都不是前进的鼓点，而是时光流逝的滴答声。那弯下的腰背并非屈服，而是一座城市成长过程中被折叠起来的最坚硬的记忆骨架。当汽笛鸣响，游轮载着新的故事驶向彼岸，他们转身走回岸上，身影渐渐融入码头宏大的背景中，仿佛几枚即将被潮水彻底抚平的深刻的刻痕，正在为我们共同经历过的热火朝天的往昔进行一场沉默而体面的告别礼。在重庆，我看到了这种坚韧、温暖和对生活最质朴的热爱，是这座城市真正的根基。它让冰冷的钢筋水泥拥有了温度。他们或许从未站在聚光灯下，但他们才是点亮这座城市的光。感谢重庆，感谢这些在背后托起我们日常生活最可爱的人。最后，感谢大家观看我的影片。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也有什么想对重庆说的话，或者是关于重庆的故事，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们一起分享。我们下期再见，拜拜。